宋晨老师还是不肯见东城的人啊。哦，好，我知道了。好，没关系，我自己去想办法吧。嗯，好，谢谢。欣妍，那个，我这里有几张画好的设计稿，要不你看看？好。啊，欣妍，你要出门啊？小晴，你看啊，戒指啊、项链，好多元素都是国外前几年流行过的。哦，这个我知道。我分析过，觉得这种元素啊，这2年可能也会在国内流行起来。小青，你看啊，这个系列可能有点不大适合火热一下，你觉得呢？这样吧，因为我现在特别着急要出去，等我回来了，我会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看，然后逐个的跟你分析，好吗？好。哦，对了，小青，你跟明康去供货商那边打听一下，现在市面上有多少的地色30分的原石，到时候我们手机联系。那我现在就去联系。好，谢谢。你把这几项检查一下，然后一会儿再给我。你好，您是？哎，您好，我是珠宝设计师顾欣妍，我来拜访一下宋老师。请进。谢谢。哎，这边。那您在这边稍等，我去确认一下。好，谢谢。老师，外边有一位叫顾星言的设计师，说是来拜访您的。顾星言，对，就是东城那个新来的年轻设计师。应该就是他。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只要是东城的人，我一律不见。老师，他人已经来了。来了又怎么样呢？就把他搁那儿晾着，有自知之明的人自然就会回去。哦，明白了。不好意思，老师他在工作，没办法见你。哦，没关系，没关系，那我就坐在这儿等他工作完毕就好。您可能对他还不是很了解，老师一进工作间就要一整天的，有时候忘我起来会几天几夜都待在里边，所以可能您今天见不到他。我想我运气应该不会那么差吧。我想再坐在这儿等等，您不介意吧？那您请便。谢谢。
不好意思啊，我早上来的太急了，没有吃早餐。来，喝点水吧。谢谢你啊。老师昨晚到现在都还没出工作间。罗毅，帮我去买碗热豆浆去，谢谢。宋老师，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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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见到您了。这就是那个哦，顾星言。你怎么还没走啊？我是又来了。哦，帮我买豆浆去啊。哎，好。宋老师，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愿意见我。我只是不希望你再次来为难我，为难我的学生，好吧？见一面，讲几句话，就赶紧回去吧。好。老师，这是我设计的 Begonia 海棠花系列。我打算用地色30分的钻石来取代图片中1克拉的钻石，一共打造998颗，主推大众市场。但是想要把中小颗钻石打造出不亚于大钻石的火彩，这全国的切割师傅恐怕就只有您一个人能做到。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原因。设计的不错，但是呢，不管你们花多少钱，我都不愿意再跟东城公司合作。东城可是现在国内珠宝行业的领头羊，我真的想不到任何您会拒绝的原因啊。问得好，我给你看样东西啊，你看看，像这么一个钻戒，它应该镶上什么样的钻石合适？它的设计简单明了，用了爪镶是为了要突出钻石的火彩。澳大利亚阿盖尔矿的3克拉粉钻最为适合这款设计。我等这颗钻石等了3年了，还没等到合适的。看起来你还挺懂行的。我再给你看样东西。来，你看看这个项链上的钻石切工怎么样？老师，能借用一下您的切工镜吗？好，谢谢。这颗钻石从原始打磨的时候就没有选取最佳的角度，白白浪费了很多重量。台宽比和腰厚比差的也太多了，导致火彩不足。哦，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知道是哪家出产的吗？不知道。2008年，东城公司推出了一款大师限量版。你知道他们用哪位大师的招牌来宣传吗？对，你应该不知道。好的，2004年，我随着唐婉容董事长进入东城公司合作。的确，那段时间，我在业内的地位确实有明显的提升，但这不是我留恋的。我要说的是，过不了几年，董事长出事入狱。哎呀，我也不想在东城公司待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唐董事长的助理叫林毅的，找到了我了。我看人跟我说话苦口婆心，态度又诚恳，长得也很正直。他好说歹说劝我留下，所以我就继续留在东城公司。时光一转呢，到了2008年，东城公司认为自己造势已经够了，就推出了大师限量版，由我苦心熬夜的做出200颗我个人认为切工不错的钻石，
但是呢，他们居然敢不通知我，一口气做了2万颗，看起来有点相像，但是所有的工都粗制滥造，还用我的名义去宣传。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对我个人的侮辱有多少，我就不提了。我连告他们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跟他们合作呢？宋老师，虽然您说的时候我并没有进东城，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替东城跟您道个歉。你太客气，太客气，可以了。至于说东城以前给您名誉造成的损失，我也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弥补。但是请您相信我，如果有机会的话，东城一定会挽回您的声誉的。老师，我知道您今天恐怕也没有心思去跟我聊这个设计，我把设计稿留在您这儿，老师您要是有时间您就看。我改天再来拜拜。老师，怎么样？怎么看怎么看，还是粉钻最合适。请进。宋老师好。哎，你怎么又来了？我今天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想要和您一起鉴赏。哦，我就知道，看看。这东西哪儿来的？这是东城的存货，我特意申请出来，想要交给您来打造。东西是好东西，如果我真的帮你们切割完了，但是我依然不肯跟东城合作，怎么办？如果到时候您还是不愿意跟东城合作，那也没有办法。但是这颗钻石还是要交到您的手里才行，因为在全国我实在想不出有第二个人可以把它打造出它应有光彩的。如果我真的帮你们切割了，那么在我切割的时候想起了东城当年对我的仇恨，我就不容易专心，就切不好，是吧？再如果不小心让我丢地上摔碎了，砸在我手上了，怎么办？不可能有这种如果。曾经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他说，中国的珠宝想要走向世界，那么设计还有工艺二者缺一不可。但是现在的钻石资源大多数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中国的匠人想要打磨一颗上品的钻石，机会非常难得，因此想要增进手艺就更加的难了。您作为一个有匠心的手艺人，我相信您的操守。如果说有一天这颗来自中国的钻石真的可以走向国际的舞台被大家认可，那作为它的设计师还有打磨者来说，都是无上的光荣。我想不用我多说，您也一定知道，作为一个手艺人，要碰上这样的一颗原石是多么的难。碰上了就是碰上了，要是碰不上的话，可能这一辈子就只能跟一些平庸无奇的石头打交道了。孩子，你刚才说了那一堆充满了使命感的话，不是你应该说的，是领导说的。那么你抬举我这么多话呢，也大可不必客气。倒是你最后一句话，匠人的精神跟希望，我这辈子就希望这样。所以你这活儿我接了。谢谢。我还得谢谢你。罗伊，烧水，准备喝茶。哎，好嘞。来，喝茶。哎呀，我终于喝到您请的茶了。前一阵子对你多有怠慢，请别介意啊。完全没有。自从唐婉容董事长过世以后，你是我看到的对珠宝这件事情最重视的人。你没把它看成一个顽石，你知道里面有无限的美丽跟生命存在。
所以你非常尊重他们，所以因为你尊重他们，你就懂得怎么对待他们，这一点太重要了，太多人不知道。唐万荣董事长如果还在的话，我都不知道他会多喜欢你。宋老师好像很尊敬唐董事长。开玩笑，10几年以前中国珠宝界第一人，那没话讲的。哎，如果不是发生那次矿的事情，也不至于。您知道10几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10几年前，他还问过我那些矿的意见，我也看过矿石，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没想到会发生，那种事情。而且唐董事长在我眼里是对珠宝最有眼光的人，怎么会发生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那个事情不可能会发生才对的。那您知不知道唐董事长当时看中的是哪个矿源？这个我始终不清楚，但是我听他跟我提过一个中间人，叫那个陶乐琪。陶乐琪。哎，晚上好，没有打扰到你吧？好，这样子的，我手上刚好有一份资料，你肯定感兴趣。海棠花系列的限量款首先推向市场，这只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第一步。那至于第2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把剩下的钻石。哎，早上好，孟总监，欣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官网的预定板块上线之后，不到12个小时，海棠花的限量款就已经售罄了。谢谢孟总监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孟总监也在。明康，我们海棠花系列已经售罄了，你知道吗？先别说这个，我给你看个东西。怎么了？你看。璀璨珠宝今晨发布最新消息，作为年度的重点活动，璀璨珠宝的董事长 Lucy 李宣布，璀璨珠宝新一季将会推出新型限量版钻石饰品，由国外的知名钻石切割大师打磨之后，专销国内，占领平价市场。今天的钻石饰品切割大师精心打磨，这不是跟我们的主打撞车了吗？我会把它弄清楚的。谢谢。明康，哎，你现在立刻给我们所有的供应商打电话，看看我们之前采购的原石有没有问题。好，我这就去。小青，给其他的供应商打电话，看看他们手上有没有我们需要的原石，如果有的话，立刻预定下来。好，去吧。顾欣妍，大伙儿也都注意一下，人力已经把设计部的所有员工都调配到我那儿帮忙了。所有？可是我的项目也需要人帮忙。你自己看一下，董事长跟林总都已经签了字的人事调令。好吧，看来就只有我们了。喔，注意，是设计部所有的员工。我要尊重一下他们的意愿。如果他们想到你那里帮忙，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好意思啊，副总，我自己手上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没法帮你。对不起啊，欣妍。活动结束以后，我替你申请加薪。Come on。
所以你去把几何图形给整合出来，把所有你能够找到的在珠宝界的几何图形有影响力的全部都列出来。不是星妍，我真是想不明白叶小青在心里在想什么。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那天你准备的资料是要我转交给他，而不是你亲自给他。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确实后果很难想象。可是你说我们认识他这么久，真看不出来他能为点薪水出卖自己立场。不会的，我相信小青她只是一时心急，她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时代给我分好，你帮我倒杯咖啡。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你说现在就剩咱们2个人了，而且就有2天时间，能干什么呀？露西莉那里是彻底没有希望了。我们给所有的供应商打个电话，希望可以找到适合的钻石。也只能这样了。哟，你有自己的办公室了，开心吧？当然开心啦！以前那个办公室是属于顾心妍的，我那会儿羡慕了好一会儿呢。可是没想到现在这个办公室属于我自己了，谢谢总监。小青，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办公室我已经给你了，你以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你自己心知肚明吧。哎，好，我知道了。对了，可是我就特别怕，万一公司查这个事儿，查出是我干的，那怎么办啊？是。瞧你这个心理素质，难怪你只能当个设计师。你是顾心妍的好姐妹，怀疑到谁都不会怀疑到你。而且那一天你干的不是挺利落的吗？是，而且按你的吩咐，我把已发送邮件也给删除了。顾心妍，她肯定不会发现的。那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啦，你就好好的当你的首席设计师吧。嗯，好。谢谢总监。我知道我应该敲门，但是我真的等不及了。我找到那个人了。马上交给李卓然。您不想听一听是谁？不用了，我心里有数。你现在拿到李卓然那儿去，乖孩子就有糖吃了。哎，刚才我可没见过你啊。嗯？我是谁？我在哪儿？刚刚有人说话吗？另外那个人是谁？ Lucy Lee。这个女人真的很狡猾。董事长，我希望您可以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我知道你做事一向很谨慎，你也知道谁能帮你吧？是的，我很清楚。只要你赶快把市面上低成分的30分钻石抢购一空，东城就会因为原料短缺成为被动的那一方。这可是第一手消息啊！有没有这个魄力，那就看你自己了。这个声音，我想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吧？这就是林总从香港带回来的，并极力推举到设计部总监一职的国际著名设计师Arina。事情已经水落石出，泄露公司机密的就是 Arina。设计部是东城的核心，被这样的人掌控命脉，后果不堪设想。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开除，把他赶走。
张董的意见呢？赞成。林总，正题确凿，我没意见。那么我提议，设计部总监的职位由顾新元来担任。各位有意见吗？没意见，没意见。瑞娜，东西都收拾好了。走吧。我是不是该跟你说个恭喜？谢谢。你现在终于懂得了职场上的法则，也知道找靠山了。Arena， 你来到东城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也曾以为你懂得了职场上的法则，在这个大楼里要活下去，真正靠的是什么？现在轮到你给我说教，你不要忘了，我之前还是你的面试官。你这样才走几步路而已，你的路程还很遥远。我跟你讲，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天使堕落成魔鬼的桥段。Danica, I'll be back. 你也别太得意忘形了。明康，过来一下。怎么了，天？这个呢，是我熬了2夜找的一些资料，你帮我给小青。那你为啥不自己给他呢？他的设计被我否了，我害怕我再把这些东西强行给他的话，他会形成更加强烈的反叛心理。你就说这个资料是你给他的，让他参考一下啊。好。哎，小青的设计还是不行是吗？他的设计更加适合冬季主打吧。你别看小青平时大大咧咧的，其实心思很细，又很容易受伤。帮我多安慰安慰他。好吧，看来我必须要发挥一下我作为和平鸽的功能。哦，叶小青，你气色怎么那么糟啊？没有吧？你是不是累着了？要不要来我的办公室喝杯咖啡休息一下？那行吧。老师，怎么样？怎么看怎么看，还是粉钻最合适。请进。宋老师好。哎，你怎么又来了？我今天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想要和您一起鉴赏。哦，我就知道，看看。这东西哪儿来的？这是东城的存货，我特意申请出来，想要交给您来打造。东西是好东西，如果我真的帮你们切割完了，但是我依然不肯跟东城合作，怎么办？如果到时候您还是不愿意跟东城合作，那也没有办法。但是这颗钻石还是要交到您的手里才行，因为在全国我实在想不出有第2个人可以把它打造出它应有光彩的。如果我真的帮你们切割了，那么在我切割的时候想起了东城当年对我的仇恨，我就不容易专心，就切不好，是吧？再如果不小心让我丢地上摔碎了，砸在我手上了，怎么办？
不可能有这种如果。曾经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他说，中国的珠宝想要走向世界，那么设计还有工艺二者缺一不可。但是现在的钻石资源大多数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中国的匠人想要打磨一颗上品的钻石，机会非常难得，因此想要增进手艺就更加的难了。您作为一个有匠心的手艺人，我相信您的操守。如果说有一天这颗来自中国的钻石真的可以走向国际的舞台，被大家认可，那作为它的设计师还有打磨者来说，都是无上的光荣。我想不用我多说，您也一定知道，作为一个手艺人，要碰上这样的一颗原石是多么的难。碰上了就是碰上了，要是碰不上的话，可能这一辈子就只能跟一些平庸无奇的石头打交道了。孩子，你刚才说了那一堆充满了使命感的话，不是你应该说的，是领导说的。那么你抬举我这么多话呢，也大可不必客气。倒是你最后一句话，匠人的精神跟希望，我这辈子就希望这样。所以你这活我接了，谢谢。我还得谢谢你。罗伊，烧水，准备喝茶。哎，好嘞。来，喝茶。哎，我终于喝到您请的茶了。前一阵子对你多有怠慢，请别介意啊。完全没有。自从唐婉容董事长过世以后，你是我看到的对珠宝这件事情最重视的人。你没把它看成一个顽石，你知道里面有无限的美丽跟生命存在，所以你非常尊重他们。所以因为你尊重他们，你就懂得怎么对待他们，这一点太重要了，太多人不知道。唐婉容董事长如果还在的话，我都不知道他会多喜欢你。宋老师好像很尊敬唐董事长。开玩笑，10几年以前中国珠宝界第一人，那没话讲的。哎，如果不是发生那次矿的事情，也不至于。您知道10几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10几年前，他还问过我那些矿的意见，我也看过矿石，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没想到会发生，那种事情。而且唐董事长在我眼里是对珠宝最有眼光的人，怎么会发生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那个事情不可能会发生才对的。那您知不知道唐董事长当时看中的是哪个矿源？这个我始终不清楚，但是我听他跟我提过一个中间人，叫那个陶乐琪。陶乐琪。各位，来听我说两句。新一季活动的准备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别总在办公室里坐着，多去门店跑一跑，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反馈上来。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总结一下我们这次的方案，就是根据已经在网络上形成热度的海棠花系列制作限量款，并且同时设计出几款具有相同元素、价格亲民的耳饰还有手链，借由海棠花的热度推向市场，推动销售。顾设计师，你这个方案上写的推广方式主要是新媒体和互联网，基本上没有地推和 TVC 吗？没错，因为我们这款产品的受众群呢，主要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新媒体的宣传和推广可能会比传统媒体的宣传和推广更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号、热搜，还有明星赞助，光是这些就已经达到我们前期宣传预算的2倍。这点你有考虑过吗？曲曼的影响力，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借由曲曼的热度，明星赞助这一块的费用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至于其他的宣传途径，
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可能该投入的还是要投入。前期的投入呢，是要和后期的回报成正比的。如果说按照你的这份方案，前期投入做那么大，后期如果我们设计的产品销售不利的话，到时候这个责任谁来担？这位同事，我们目前只是在讨论方案，您那么早就在考虑说这个责任应该谁来承担，是不是有点过早了？我倒是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但如果说按照曲曼佩戴的款式来批量生产的话，单品的价格会不会太高？孟总监，其实关于这一点，我在方案中也有进行详细的注解。这一次的限量款呢，我们采取的是中小颗钻石，而且会经由我找到的宋师傅加工打磨，让中小颗的钻石也可以具备大钻石般的火彩。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宣传重点。不好意思啊，这一段我可能漏看了。既然要做限量款，噱头就要做足。货源呢？关于这一点呢，我已经让小青去市面上问了。虽然说现在国内的原石数量可能不多，但是998克还是可以弄到的。所以只要我们的方案一通过，就可以进行采买了。OK。这次的产品呢，主要是你们设计部主推，而我们销售部呢，也就是提些意见和配合执行。那就辛苦你，方案落实之后发给我们。没问题。如果没什么事儿，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我们散会。喂，顾心妍，来董事长办公室一趟。进。董事长。坐。董事会紧急决定，你手上的海棠花活动全面暂停。可是这个系列已经在网上全部都预售出去了，如果失信于消费者的话，这个损失是无法预计的。您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尽快的想出一个两全的方案。这样吧，董事会的书面决议下发之前，你还有仅剩的一点时间。谢谢董事长。不过你要抓紧了，海棠花计划出了问题，林总和阿瑞娜就有了机会，他们手里搁置的方案正跃跃欲试，所以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了。我就奇怪了，这个活动在我们内部还处于半保密状态，怎么会泄露到璀璨那边的呢？是不是你们的组里？不会，董事长，我团队的小伙伴们都是我最信任的人，绝对不会。我相信你。那我就去准备了。哎，你说真是奇了怪了，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这璀璨的方案跟我们的方案几乎完全相同。顾心妍呢？哎，孟总监，哦，他去找董事长了。等他回来，你们转告他，网站上预定了新款的那些客户，大多数都不同意取消预定，所以务必请他抓紧时间想好应对措施。好，知道了。哦，对了，孟总监，你说我们这次这个活动会被取消吗？目前来看应该不会，董事长应该会给你们组长一些时间来解决问题。那太好了，这样我们从国外进货有个10几天就够了。10几天啊？你们未免也太乐观了。董事会很快就会下决定，估计你们顶多还有1天的时间。1天？不是那……现在情况怎么样？顾心妍呢？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难辞其咎，估计李卓然会把他给抛弃，让他承担全部责任。
李卓然的目的啊，不过是想借这次活动圈钱。顾星言要搭不起这个架子，他自然要找别人了。怎么这么巧啊？跟咱们选了同一批钻石。老大，您是怀疑我们内部有人透露消息？露西里这个女人一向没有底线，她干这种事儿是惯犯。喂，你好。阿瑞娜要见林总。艾瑞娜见你。跟他说我不在。林总不在啊。先不要进去。林总，我知道你没时间见我，可是我敢肯定你会对我手上这份新的计划案有兴趣。林总，你突然召开这个会议，议题是什么？为了不给公司继续造成损失，应该立即停止海棠花项目，紧急启用备用方案，这样可以把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可是前期的资金已经投入进去了，预售也开始了，现在停，损失怎么算？璀璨珠宝已经控制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钻石原料，海棠花项目已不具备可实施性。现在我们启用 Arena 的项目是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的唯一途径。Arena， 介绍一下你这个项目的预算。我在我原本的设计方案上面，在材料上面做了修正，现在它的成本低于海棠花，工期也更短。现在启用 Arena 的项目不失为一种保险的措施。各位，表决一下吧。既然这样，我们就投票吧。同意暂停顾星言计划改为 Arena 方案的董事，请举手。各位董事，请听我再说上一句。虽然说现在的原石供应上的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一定可以想到办法解决。所以请大家相信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这次就是因为把时间和资源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才会让公司出现这种被动的局面。请各位董事继续投票。请大家再给我几天的时间，我一定可以找到原石的。我们前期已经投入了那么长的时间，各个部门也花了这么大的心血，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给几天时间，看看这个方案是不是可以绝处逢生？而且大家难道一点都不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个绝密的计划会被璀璨珠宝给撞车呢？3天，再给我3天的时间。如果我找不到可以用的原石，我欢迎公司问我的责任，到时候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听上去有些道理。那就这样吧，顾星言的方案和 Arena 的方案同时推进。如果顾星言3天之内找到原石的话，Arena 的方案立即停止。就这事。你说说看，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我想问露西莉买回钻石。璀璨是东辰最大的竞争对手，他凭什么把原材料让给你？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方案泄露，预售还不知道如何收场。一旦失败的话，国内的珠宝界你也待不下去了，你明白吗？明白。哎，你怎么还研究上对手的官网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想要见到露西莉，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你把什么发出去了？我在璀璨的官网上给他们发了评论，现在正好是璀璨的促销季，他们一定会认认真真的每个评论都看，而且露西莉一定会去巡店，所以说再加上这条评论，她一定会对我有印象。
到时候有助于我跟他直切主题。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啊！我帮你把评论和点击量刷上去，让你的文章处于置顶状态。真的？小 case 啦。谢谢。别客气，你忘了我是谁啦？是，你是魔力鸟。进来。李总，您找我？网上很火的这篇文章你看过了吗？看了。如果您觉得影响不好的话，那我可以找网管把它撤掉。不，为什么要撤下来？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官网上出现这么一篇文章很巧合吗？您的意思是放着吧。我想，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有他的想法。再说，他提出的确实也是我们存在的问题啊。为什么我这里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呢？门店的声势造得怎么样了？非常见效。尽快安排一下。这2天我要去巡店。好。进来。老大，我在璀璨官网上发现一篇文章，您瞅瞅。这篇文章是璀璨官网的最火的一篇文章，我看评论了，有点赞的，也有吐槽的，也不知道谁写的。哎呀，这顾星言花招还真不少啊！把这些明星产品的资料送到报社去，加大宣传力度。这次的活动，我们一定不能输给动植物。谢谢。你好，你好，给我拿一下这款项链，让我看一下。好的。这款浪漫之心系列中间硕大的钻石，加上旁边璀璨的副钻，更显您的高贵气质，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这款吊坠呢，采用的是卡镶工艺。没错。是现在最时髦、最精致的镶嵌方式。这种镶嵌方式的确会比爪镶来的让钻石裸露的更多，更显出钻石的炫目。小姐好眼力。但是呢，从钻石的切割工艺角度上来看，你们这个有点粗糙啊。你看他好专业。槽口开的有点太大了，这样很容易形成钻石的松动或者脱落。如果说你们这款吊坠投入到市场当中，应该会有很大的翻修量吧？这位小姐，你说的没错，这款浪漫之心确实存在返厂加固问题。我是 Lucy Lee， 这家珠宝店的老板。你好。你好，我是顾星言，东城珠宝设计师。我们官网置顶的那篇文章，应该是出自你的手笔吧？没错。我知道你早晚会来找我的，只是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您是前辈，本来就应该要当面向您请教的。我没猜错的话，你来找我，是为了买回那批钻石吧？果然是前辈。虽然那批钻石的成色很好，但是呢，如果没有宋老的加持，一样没有办法展现绝佳的品质。所以我实在想不清楚，为什么您一定要封锁全部的货源啊？如果我告诉你，我买那批钻石就是为了跟东城打对台呢？这样的竞争对我们彼此都没有好处的。顾星言，我非常欣赏你的才华，所以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我们可以加价。
哪怕是比市场价再高一些，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会让你买回那批钻石，除非你让林毅亲自来找我。这是我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我知道你立下了军令状，3天之内要拿回那批钻石。如果你失败了，后果你当然知道，恐怕以后你在珠宝界都无法立足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方案，你不妨考虑一下，来我的公司吧。抱歉，我是不会离开东城的。你的这个方案风险这么大，那么顺利的就通过了公司的审核，而且又砸了这么大一笔钱在宣传上面，你就没有想过是有人故意挖坑给你的吗？老大，您说这李总会同意把钻石卖给咱们吗？Lucy 里这些年花了这么多钱，玩了命的跟东城作对，眼看着就要赢一局了。换做你，你会买吗？我肯定会啊。哎，不对，哎，老大，那我就不理解了，那您为什么还同意给顾心妍3天时间啊？我就是想看看，当单纯撞上老练，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顾心妍还是太单纯了，他不知道光靠才华和拼劲儿是不够的。单纯和头脑简单是划等号的，而在职场里，头脑简单简直就是一张病危通知书。阿瑞娜那边进展的怎么样了？哦，那边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人手有点不够了。把顾心妍手下的人调给阿瑞娜用，一定要保证备用计划的进度。没问题，我这就落实。走吧。嗯。这6张普通宝石的话，硬度太低，2到3，咱们那个设计你们作为收藏的。我们这边真的是很着急要，所以说价格哪怕高一点都没有关系。行，我知道了，谢谢您。哎，张总，我是东城设计部的李明康。我们之前跟您订的那批原石。好，没事。喂，梁总您好，对，您好，我是东城的顾心妍，你们库里有，您知道我们在找原石啊？对，没错，璀璨这次活动不知道怎么的就跟东城撞了车，我们需要的的确是同一款原石。对。那这样行不行？您帮我问一下上一级的供货商，看看他们那边的库里是不是有。好，知道了，谢谢您。心妍，没事吧你？我没事儿，你那边怎么样？不太乐观。所有的供货商联系之后，最快的说下个月中旬才能凑够我们要的量。你这边呢？要么就是断货，要么就是供应的时间根本就来不及。只剩下1天了，可怎么办啊？这样吧，今天也很晚了，你也辛苦1天了，你先赶紧回去休息，我们明天再想办法。行，你也别太难过，我相信还有希望。加油！
小青，你怎么还没回家？阿瑞娜叫我们大家加班来着。我先走了，她还在那边等我们呢。小青，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惹你生气了？哦，没有没有，那就是 Arena 她拿高层压你啊？也没有。那为什么？其实没有什么为什么。心妍，是我对不起你，这段时间发生太多事儿了，我只想好好工作，哪怕能完成一个活下的项目也行啊。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小青，你不要紧张，我能理解你的。好好好，我先走了，我知道了。谢谢。不到1天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看来这一次我真的要未战先败了。所有的办法我都想了，所有供应商的电话我都打了一遍，包括 Lucy Lee。即使我跟他说我愿意高价回购原石，可是他还是不同意。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那你查到是谁泄密了吗？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追究这个。即使我不愿意去面对，可是我心里很清楚，一定是身边的人。这一次恐怕我不仅要丢了工作，还会丢了一位朋友。你别急，我一定帮你查出来是谁泄的密。唐总，你说我是不是太高估我自己了？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那么的信心十足，我以为说，我只要回国了，我就一定可以实现我的目标。可是当我回了国之后，当我双脚真正的踏在上海这个土地上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每做一件事情那么难啊！我是不是就不该回来？我就应该待在蒙特利尔，继续当一个画图员，或者说，我应该继续的练摊儿、摆摊儿，当一个自由的手工艺者。当然，我真的努力了，我真的努力了，我使用了我全部的能量，可是我发现我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星妍，我听你说这些，我也特别难受。但是你别灰心啊，一定有办法的。你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途径能拿到原石，是忽略掉的？别的途径，所有能想的途径我都想了。还有一个，那个 Lucy Lee 她竟然说，除非什么？这顿我请了。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我去想办法。哎，星妍。
林总，找我有事儿啊？我去找过陆 C 丽了，他提出想让他把钻石转让给东城，一个条件，您亲自出面。我知道，您一直想让我的海棠花项目下马，我知道您不看好我，也不会轻易的去向 Lucy Lee 低头，我知道。那你干嘛还来找我？可是我没有办法。哎，林总，对不起，林总，我知道还没有进公司的时候，您就对我印象不好，我练摊让您给撞上了，害了您把手机都给丢了啊！进公司之后，初中还有灵犀系列，我不听话，不听指挥，我甚至跟您针锋相对。真的，如果我要是您，遇到我这样的下属，我也讨厌死了，我恨不得一脚就把他踢出公司。但是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有20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我本身一点都不害怕被东城给踢出去，但是问题是，我真的害怕会影响到东城的信誉还有形象。你喝了多少酒啊？来，坐下。你深更半夜的闯到我的办公室来，就是来跟我说这些是吗？哎，你哪来的这么大胆儿？要是平时的话，我还真没这样的胆儿。可是问题是，今天我喝酒了，我酒壮怂人胆，我酒壮怂人胆。你说你是怂人啊？你可一点也不怂。东城现在好不容易销售势头才上去，现在好不容易口碑才有好转，真的再也经不起一点点的风浪了。所以跟整个东城相比，我的这一点自尊算什么？林总，只要您去问 Lucy Lee 把钻石买回来，我就离开东城，从您眼前消失。时间不早了，回家吧。行吧，林总。好了，走吧。只要您把这批钻石买回来，我就从您眼前消失，行吗？到家了啊，这地儿看着环境还不错。林总，您还没有答应我说会不会去找陆 C 丽的事情。该做的你都做了，听天命吧。吃早饭啦，林总。哎，我来给你送早餐，你人呢？哦，我有点急事儿，今天出来的早，你自己吃吧。你在哪儿啊？我这忙着呢，先挂了啊。记得点赞关注哦。